中国白酒行业彻底崩塌了。10月30日，五粮液发布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，营收81.74亿元，同比暴跌52.66%，净利润20.19亿元，同比暴跌65.62%。这不仅是一个财务数字的坍塌，更是一个民族品牌信仰的破碎。要知道，这家号称国宴之选的白酒巨头，曾被视为中国高端消费力的象征。多少人以五粮液的涨停代表国运兴，以茅台的股价代表信心回归。如今，它却成了整个中国消费寒冬里最冰冷的一瓶酒。五粮液的利润跌幅远远超出券商预期。广发证券早在10月初就发出警告，三季度业绩将断崖式下滑。如今一语成谶。报告显示，普通五粮液的批发价已经跌到820元瓶，比年初整整低了100元。在白酒圈，这种跌幅堪比地震。要知道，白酒行业最怕的就是掉价，因为价格一旦松动，信心就崩塌，经销商会恐慌，消费者会观望，渠道会积压。五粮液被迫主动去库存，为了稳价保经销商信心，开始砍利润减出货。结果一边价格撑不住，一边销量跟不上，现金流像被抽干的池塘，眼看见底。有人调侃，以前是五粮液请你喝酒，现在是五粮液陪你喝西北风。如果说五粮液只是领先崩盘，那后面的酒企简直是连环暴雷。2025年三季报显示，洋河股份营收下滑 29.01%， 亏损 3.69 亿元；伊利特净利下滑 158.52%， 顺鑫农业下滑 136.75%， 古井贡酒暴跌 74.56%， 金种子酒亏损1亿元，下滑 74.42%， 水井坊下滑 75.01%， 酒鬼酒下滑 70.93%， 老白干酒下滑 68.78%， 舍得酒业下滑 63.18%， 整个行业集体滑坡 60% 以上。这不仅仅是一场周期性调整，而是一场结构性崩塌。曾经，白酒被称为中国最稳定的暴利行业，利润率高达 70%， 现金流充沛到可以靠利息吃饭。如今，连五粮液这样的行业王者都保不住脸面，意味着整个白酒帝国的利润神话正在一层一层塌陷。有人说，至少茅台还稳。错，茅台只是在风暴中暂时没倒。虽然贵州茅台三季度仍保持微弱增长，但增长率不足 1%， 几乎停滞。今年10月底，市场价再度下探，25年飞天茅台原香跌至1690元瓶，这是继9月跌破1800元心理价位后再创新低。茅台的价格信仰崩塌，就像股市的最后一道防线被攻破。要知道，过去20年，中国的富裕阶层靠囤茅台、炒茅台赚了无数暴利。现在，他们囤的不是财富，而是卖不掉的库存。那些堆满仓库的飞天茅台，就像一瓶瓶冻结的现金，不再升值，反而在慢慢贬值发霉。市场早有预期，但没想到白酒企业的真实情况比最糟的预测还要糟。白酒的问题不在产量，而在人心。过去10年，白酒靠的是应酬经济和人情社会，可如今这两样东西都在瓦解。有媒体列出了5大原因：第一，消费降级，经济疲软，就业紧缩，工资停滞，普通人没了喝酒的心情。饭桌上少了来一瓶茅台的气势，多了在添点茶水的尴尬。婚宴缩小，工地停工，商务宴请减少，白酒销量直线下滑。第二，年轻人嫌弃白酒，90后、00后成了消费主力，但他们更爱啤酒、果酒、预调酒。他们觉得白酒太老气、太上头、太有年代感，
一场聚会如果拿出白酒，可能被朋友吐槽叔叔来了。第三，中年人喝不起，经济下行，收入缩水，一个中产的焦虑，从换车到喝酒都能看出来。以前是茅台、五粮液，现在是金星、敬酒。喝酒的人还在，只是品牌变了。第四，老年人喝不动，痛风、糖尿病、高血压，一杯白酒可能要换来3天的头痛。那些曾经在饭桌上拼酒的人，如今都在医院里控糖。第五，社会风气变了，现在流行喝茶局、徒步局，讲健康、讲养生。酒桌文化不再是人脉通行证，反而成了不健康、浪费的象征。如果说利润下滑只是表面症状，那么库存危机、渠道断裂、信任坍塌才是白酒行业真正的致命毒药。如今的中国白酒就像一个穿着华丽外衣的病人，看似还在走路，但体内早已千疮百孔。过去几年，白酒行业的主旋律是渠道去库存，但问题是，谁也没想到这个去最后成了鸡。据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，截止2024年底，全国白酒企业库存量已突破1200万吨，是2019年的近3倍。在渠道端，大量经销商的仓库堆满了卖不动的中高端酒。五粮液、洋河、古井贡等品牌的经销商普遍反映，终端销量锐减30%以上。酒卖不动，但厂家还在压货。一位来自安徽的经销商苦笑着说：“以前是抢货，现在是抢人，求别人帮忙销库存。”这不是个别现象，而是系统性崩溃。白酒行业的模式本就建立在预付款和压货机制之上，厂商把酒卖给经销商，账面上就能确认收入，可真正的消费端却早已熄火。于是，酒企的报表漂亮，现金流却枯竭，经销商的仓库爆满，银行账户却空空如也。2025年第3季度，多地爆出经销商跑路、库存酒被法院拍卖的新闻。这场库存雪崩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吞噬整个行业。曾经，白酒经销是暴利行业的代名词，只要有渠道资源就能躺着赚钱。但今天，渠道商成了最先倒下的那批人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国白酒经销商数量较高峰期锐减超过30%，其中中小代理商退出率超过50%。许多经销商在2025年春季就已停止回款，仓库的酒越积越多，资金链被彻底卡死。以前是求厂家给货，现在是厂家求你进货；以前是酒送不到，现在是酒送不走。渠道断裂的背后是信任的崩塌，厂家为了冲业绩，不断上调出厂价，却给经销商留下了高价低销的死局。最终，厂商之间的关系从合作伙伴变成了互相算计。更致命的是，连地方政府也开始撤资。过去10年，地方国资频频参股白酒企业，用酒业振兴撑 GDP。如今，当财政吃紧，土地卖不出去，地方开始抽资撤股，酒厂的融资渠道一夜之间被掐断。花2000买一瓶酒，喝起来还不如几百块的二锅头。这不是段子，而是现实。中国质量新闻网统计，2024年全国涉及白酒的质量投诉同比上升38.7%，其中假冒伪劣、贴牌酒、掺假酒问题最严重。在电商平台上，打着五粮液镇、茅台镇酿造旗号的假酒充斥市场。这些伪名酒一瓶只要几十块，却仿得以假乱真，普通消费者根本分辨不出。当信任消失，品牌再大也救不了。白酒行业的护城河品牌溢价正在被假货经济和理性消费一点点冲垮。消费者不再愿意为面子买单，不再为身份买单。白酒的坍塌其实是中国经济结构性危机的一个缩影。
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5年前3季度，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 1.8%， 远低于疫情前平均水平。餐饮业恢复疲软，婚庆支出下降超 40%， 商务消费锐减。而白酒的主要消费场景正是这些。更糟糕的是，企业裁员潮叠加中产焦虑，让喝酒庆功的场景越来越少。以前是合同签完请客，现在是项目黄了退租；以前是饭桌敬酒，现在是打工人下班啃泡面。白酒的底层逻辑，人情经济，在现代中国已经失效。在过去20年，白酒是中国经济的缩影，是繁荣幻觉的象征。地方靠酒业拉动 GDP， 企业靠酒业造富神话，资本靠酒业吹出市值泡沫。五粮液、茅台、洋河、汾酒这些名字曾代表了财富自由、政商荣耀与社会地位，可到了2025年，它们却成了泡沫破灭的代名词。据 Wind 数据显示，截至2025年10月底，A 股白酒板块整体市值较2021年高点蒸发超 2.4 万亿元，其中五粮液市值较峰值腰斩超过 60%， 水井坊和舍得市值回到5年前水平。当高端酒跌落神坛，意味着中国产业结构、财富逻辑、社会心理的3重幻觉同时破碎。那种越贵越安全喝酒代表成功的信仰彻底崩塌了。白酒的崩塌是中国经济的真实写照。那一瓶瓶封在尘土里的老酒，不再是荣光，而是冷冰冰的墓志铭，写着这里埋葬着中国的最后一杯热烈。